毛主席一生看人無數，卻只用一個問題就看穿了兩個人。1973年，中共10大召開後不久，毛主席問了鄧小平和王洪文同一個問題：自己死了以後，中國會怎麼樣？王洪文搶先回答：主席的革命路線將會繼續。這個答案聽起來滴水不漏，但毛主席卻沒有任何表示。輪到鄧小平，他只說了8個字：天下大亂，軍閥混戰。這8個字直戳要害。毛主席聽後做出了一個震動全軍的決定：8大軍區司令員同時對調，這是我軍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高層換防。8位手握重兵的司令員同時調動，10天之內全部到任，每人只能帶10個人以內的隨從，原有的人馬1個也不能帶走。為什麼毛主席要這樣做？鄧小平那8個字到底戳中了什麼要害？1973年，毛主席開始重新審視軍隊的權力結構，他發現一個嚴重問題：很多大軍區司令員在一個地方待了20多年，關係網盤根錯節，有的政治委員根本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數。更讓毛主席警覺的是，中共10大後不久，有人報告，剛當上黨的副主席的李德生，在林彪還活着的時候給他寫過效忠信。毛主席立即下令撤朝，結果發現其他軍隊領導人也有類似的信件。毛主席意識到，如果這些司令員繼續在各自的地盤經營下去，一旦中央出現變故，很可能真的會出現鄧小平所說的軍閥混戰局面。後來，毛主席在一次匯報中問鄧小平：各大軍區司令員久未調動，你看怎麼辦？鄧小平沒有多說話，只是把自己面前的茶杯和毛主席的茶杯對換了一下。毛主席會心一笑，說了一句話：英雄所見略同。緊接着，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先批評政治局和軍委不義整合整個會場鴉雀無聲。隨後他話鋒一轉，拋出了醞釀已久的方案：我考慮了很久，大軍區司令員可以調一調。他還讓在座的委員一起唱3大紀律發行寓意。唱完後解釋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了，搞久了油了呢；一個人在位置上待久了就會滑死，就会形成自己的勢力範圍，就會把軍隊變成自己的私人。毛主席還宣布了一個重要任命，他指着鄧小平說：我們現在請了一個他的，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為什麼偏偏選中鄧小平？1965年以後，鄧小平一直在江西活动，與各大軍區的司令员幾乎沒有任何聯繫，而且軍隊裡2個關鍵人物李德生和陳錫聯都曾在鄧小平的第2野戰軍任職，鄧小平能夠鎮得住他們，10天之內對調方案敲定。但真正執行命令那天，毛主席讓王洪文點名，他卻差點捅了娄子。王洪文到底幹了什麼？為什麼點個名也能出錯呢？請點擊頭像進入主頁，下集為您揭曉答案。